赫然发现一具尸体在里面，非常的惊吓。在被逮捕之后，他很快就做了自白。警察觉得他的证词非常的奇怪。欢迎来到 Hi Day， 我是台湾妞。那今天的社会时事议题单元呢，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。2022年的12月25号，波中警察局他们接到了2个报案电话。第一个报案电话呢，是自己的计程车司机爸爸已经有6天没有回家了。6天前呢，他有透过 KakaoTalk 跟家人讲说他发生了车祸，现在要处理一下车祸。后面就是断断续续有联络，但是口气他们觉得不是很像爸爸。除此之外呢，爸爸还不停的讲说，就在处理车祸的事情，你们不要再来联络了，这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奇怪。另外一边呢，则是有一个女子，她打电话报警说自己男朋友家的衣橱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。那当然了，会2个一起讲没有错，那具尸体后来被确认证实了，就是那位失踪6天的计程车爸爸司机。警察后来就到现场去勘验尸体的状况，这个女生就表示说，她就是来男朋友的家里帮忙喂猫，但是呢饲料没有了，所以她想要找一下饲料。没有想到呢，在翻开衣橱里面找饲料的时候，赫然发现一具尸体在里面，非常的惊吓，所以就赶快打电话报了警。那最可疑的当然就是这个男朋友，也就是房子的屋主，叫做李基英。李基英是一个31岁的男子。警察去查的时候呢，他正好就在日山的一家急诊室里面接受包扎。根据急诊室这边的证词来说，这个男子呢，他因为酒后与人打架，所以有些皮肉伤，才会到日山这间医院里面呢去做包扎。25号发现尸体，然后查到他在日山。26号呢，警察呢就以他家中发现尸体这件事情，立即就逮捕了李基英。在被逮捕之后，他很快就做了自白。他表示12月20号的时候呢，他的确跟这个计程车司机发生了擦撞，但是他那时候是以酒后驾车，他之前也有酒后驾车的记录，所以他不想要把事情闹大。于是呢，他就跟这个计程车司机讲说，我家就在附近，还是我们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我就赔偿给你很多的修理费，跟我到家里，我直接拿现金给你吧。于是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跟着他到了他家里，并用钝器把计程车司机敲打致死了以后，把他放在这个衣橱里面了。这段证词有非常多奇怪的地方。他强调自己是临时起意，单纯就只是因为自己酒后驾车的事情不想要再被发现。然后这李基英又表示呢，事后把车子开到了一块空地，行车记录器那些全部都删掉。他就拿着这个被害人的信用卡，先刷了800多万，再用那信用卡直接用机器做那种小额信贷，等于说他贷了5000多万的韩币。这所有的钱呢，他都花在一些奢侈品或者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消费上面。所以他的这个行径呢，外加之前讲的理由，都让警察觉得他的证词非常的奇怪。如果他真的是像他讲的临时起意的话，照理说他应该要有一些现金可以支付给这位计程车司机的。可是警察去查了以后，却发现他户头里面根本就没有钱，所以他应该是在邀约这个计程车司机去家里的时候，就已经打算把他处理掉了。再来就是，如果以第一次杀人来说，他直接把车子开到空地，然后非常细心的把行车记录器删掉，拿着他的信用卡去消费，这些事情都让警察觉得他不是第一次为了钱而杀人。警察就开始去查他的底，发现呢，基英的这个房子根本就不在他的名下，屋主呢是一个50多岁的允氏女子。根据李男的说法，他们2个人是男女朋友的关系。在8月多的时候，允氏女子呢，她离家出走之后就联络不上了。可是这一切说法非常的奇怪，男朋友不是应该要报警之类的吗？但也都没有这个痕迹。而且呢，怎么会是屋主离家出走呢？并且在8月之后，允氏就没有任何的生活迹象了，反而是在那时候他转了3亿多韩元到这个李男的户头上。之后这个允氏的信用卡呢，有4000多万的刷卡消费记录。警察就咬着这几点，你前后说的这些完全都不合理。比如说你的女朋友不见了，那你为什么没有报警？就算你女朋友真的不见好了，你怎么可以私自的花她这些钱，而且把她钱花个精光？不就是知道你的女朋友不会再回来了，所以你才敢把她的钱花个精光吗？一直去给这个李男压力，最后这个李男他终于承认了说，对，就是发生了口角，失误的把这个女朋友给杀了。
根据李楠的证词呢，两个人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酒店认识的。虽然年纪差非常的大，但是呢非常谈得来。不过呢，他们在酒店认识之后呢，也没有发展成正式的男女关系，而是李楠在1年之后呢，反而跟别的女生结婚了。可是结婚了之后呢，他跟这个50岁的女子呢，还是保持着外遇关系。这个李楠的老婆知道了以后，非常的生气，就把他逐出家门了。那自然，因为他跟允氏一直是外遇关系嘛，他就到允氏的家里面继续生活。他们一开始在酒店认识的时候，李楠就是常常说自己多有钱啊，很厉害啊，怎样的。允氏的女子呢，一直以为这个男生家里是很有钱，或者他自己本身手头是很宽裕的。真的住在一起后，发现这个李楠他不但没钱，他还没工作，是一个小白脸就对了。允氏也开始对他心生厌恶，两个人关系就越来越不好。而这个李楠呢，不但住在允氏的家里，花他的钱，吃用他的东西之外，还开始会对他拳打脚踢。他叫允氏呢用信用卡贷款给他供生活花费，允氏不愿意，他就殴打他。只要允氏不顺他的心，他就殴打他。根据李楠的说法呢，两个人有一天在口角之下，他拿着酒瓶一丢，不小心把这个允氏给丢死了，正好砸到头部这样子。这都是单方面李楠的证词。由于往生者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出面为自己说话，他们就对这个李楠呢做压力测试，还有测谎机的测验，以及他们就有到现场去做血迹反应。现场血迹反应跟李楠讲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今天要来吃我们泡面，针对样品做一些修正。请喜娜帮我们介绍一下这3样分别是。泡面的面体本人开会的时候就有说，我们希望他加一些提花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想要开发是一个海味比较重的口味，所以我们讨论说想要有海带、干燥章鱼片。傻了，大蒜会少很多哎，因为我们第一车打样大蒜会重到快死我。它的辣度有点盖住海味嘞。真的吗？面还是很好吃。对，我刚刚的想法是面还是好好吃哦。目前为止还蛮满意的，但的确蛮辣的。对啊，这我们2个爱的辣度，是有点担心台湾人会觉得太辣。对，是我喜欢的辣度，可是的确我还是有点担心台湾人。是哈，那它的海鲜味如何？被辣味盖掉，是不是？因为太辣。对啊，好好吃，很好吃。那你觉得那个辣味会加一颗蛋就刚刚好？我觉得加葱加蛋哎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单吃啊，我们这面一定会卖翻，我告诉你。很好吃。不是我们是老王，我们是要卖瓜没错。好，我们开发的蛤蜊青阳辣椒泡面上架喽！没有错，黑人飞出泡面了。所以在我跟喜娜的粉丝专页呢，会有特殊优惠的团购活动。在这之后呢，全台的顶呱呱也都会有实体贩售。青阳辣椒蛤蜊面呢，算是韩国我跟喜娜最爱的特殊口味的面，没错，有非常好吃的韩国 Q 弹面体，大家不要错过喽。现场血迹反应跟李楠讲的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是什么随手丢了一个酒瓶 K 到他的头，他们现场测出来的血溅反应呢，总共有18次，也就是说应该是拿钝器用力的敲击了18次，造成的血溅痕迹。另外就是他在接受测试的时候，发现他有很多的说谎的迹象，不停的会有抿嘴唇啊、咬上嘴唇、摸额头等等的。以警察这边来说，他有高度的压力反应，并且他从头到尾对于到底怎么把允氏杀死的这件事情呢，证词是一直反复，每一次讲的都不一样。只要警察拿出新的证据，他就会一直在反供。那因为呢，他有从这个允氏的女子这边拿到了非常大笔的款项嘛，警察就觉得他可能不是临时起意的杀害这允氏，而是有计划性的杀人，为了要盗取允氏的财产。警察就继续深挖，发现呢，他在2022年的时候有几个关键字非常的可疑。他搜寻了吃了会死的农药、吃了会死的除草剂、解开手机的方法等等的这些关键字，都让他非常的可疑。警察在拿这些证据去对他施压，他才承认了，对，他就是计划性的杀了允氏，为了要夺取他的财产。警察就问说，那现在允氏的尸体在哪里呢？他就供出了坡州了一块荒地。8月他把允氏也杀了以后，他尝到了甜头，发现说哇，杀了人以后就可以过着很挥霍的生活，而且他没有把允氏的任何东西收起来，他就直接住进允氏的家里，然后就像主人一样住在那里，完全没有把允氏的痕迹给清洁掉。似乎他看了以后一点都不会觉得心里毛毛的，或是有良心上面的责备。他后面就持续交女朋友，并且把女朋友带到家里来。
8月的时候，允士消失了；12月的时候，他又再杀了这计程车司机。这中间呢，感觉他毫无悔意，反而是找到一种人生活下去、赚钱的新方法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他们又在对他做了反社会人格的测试，发现他有高度的反社会人格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。由于他的毫无悔意，跟他似乎以杀人这件事情得到新的生活方式的态度呢，决定公开了身份。他甚至于在这个计程车司机的钱转到自己账户的时候，备注栏的地方写了“爸爸奖，爸爸送的礼物”这样子的意思。那我们有提到12月25号尸体被发现的当天呢，他不是酒醉后跟人家打架吗？警察去调了 CCTV， 并且找到当时的路人去问了以后呢，发现他当天是随机在路上随便找了5名年轻男子，就跟这些年轻男子说：“我请你们吃饭。”就跟他一起去吃了烤肉店。在吃饭喝酒的过程里面，当他喝了越来越多酒以后，态度越来越嚣张，中间一直在那边讲说他自己是有钱人啊，因为爸爸的关系有留了好几栋的建筑物给他，问这些孩子们说啊，你们要不要来帮我工作啊等等的。只是他喝醉酒以后非常的鲁，然后开始讲话出言不逊，最后才会起了冲突。而在起了冲突的过程里面呢，他还不停的对这些孩子们叫嚣说：“拜托你们杀过人吗？你们会杀人吗？”这样子的内容。他后来总共被起诉了强盗杀人、灭尸、窃盗这几个罪嫌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杀人罪嫌正式的成立的话呢，需要找到尸体。根据他的证词的那块荒地呢，在孔林川的旁边，费了很大的警力去找，都找不到这个允士的尸体。在没有找到允士的遗体之下呢，2023年的4月，检察官以死刑去起诉了李姓的男子，最后的判决是无期徒刑。整个案子算是有一个落幕。警察这边呢，还是有一点感到不安的地方是，他们不是一直觉得这个李姓的男子感觉不是第一次犯案吗？他们在他的用品里面呢，又找到了非常多别的人的手机电话，并且在他认识的人里面有非常多是失踪的人。家里面呢就有5名女子的 DNA， 以及他拥有的很多的手机电话号码的主人正好就都失踪了，所以他们都觉得有可能还有其他的被害者。但这李姓男子表示，他只是为了要生活上面方便，所以跟人家借了名字去办手机。那些人本来跟他就没有什么交情，他只是用这些假名在跟别人联络，仅此而已。你뭔 개소리야！这李男他到最后都没有跟计程车的家人表示悔意，也没有写下悔过书，他就是完全一个事不关己的感觉。他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被强制身份公开了以后，他的家人朋友会知道这件事情，这是他唯一在意的事情。也就是他还是在意影响到他自己，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啊等等的，他都觉得不干我的事情，这样子反正跟我没有影响。这李男呢，他就现在持续的在监狱里面服刑这样子。以上呢就是为大家这次所准备的案件咯，大家下次打开衣橱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。波州警察局这边接到了2个，我忘了开场，他直接把车子开到洞地，又非常好，他直接把车子开到痛地。他们现场测起来的